下一组 PK 的2位选手是 Harry 和秋月。加油加油加油 ！Harry 大家应该很熟悉，在上一期的节目里面，大家看到 Harry 谈肤色、谈种族、谈文化差异，但是 Harry 在当时的弹幕里面给大家印象最深刻的，他比段子还硬的是他浑身的肌肉。掌声欢迎 Harry！ 大家好，我是 Harry。谢。因为我上完节目之后啊，好多人记得我，但是他们不记得我的名字。每次他们见会跟我说：“哎，你是不是那个讲脱口秀的老外？”朋友们，我是讲脱口秀，我也是个老外，但是你不能说我是那个。然后节目播出之后啊，好多人说我长得很 man， 但是我不是那种刻板印象里的那种 manly man， 我有容貌焦虑，我也怕衰老，我不属那种传统老外崇尚自然美，我呀是一个被东亚女性教育熏陶过的老外。为了变好看，我也会做医美，大肉肚啊、热玛吉啊、超声炮我都做。对，哎，感觉又没有人信啊，这钱白花了是吧？哎呀，真是！然后每次去做的时候，前台都会跟我说：“哎，你好哥，健身房是在旁边啊。”我知道，因为男子气概，好多男的不想承认他们做医美。我第一次做完，我还去找了一下 Rock， 然后他跟我说 ：“Harry， 你今天有点不一样。”然后我实在没法骗他。因为我是看他那张脸呀，哪像个普通 rock， 已经变成卡斯特地貌啊。然后现在他还有好多男人因为我都爱上了医美，说明我现在是一步一步拯救脱口秀的脸。我喜欢给人看我的身材，别看我现在穿这个，我北方大冬天我也穿紧身 T 恤，别人一看大冬天穿这么少，他们一头雾水的。我跟他们说：“你别一头，你要不要看看我的2头和3头吧？”我就感觉我上这舞台不一定是为了让你们笑，我就图你们发个 report， 写一下 Harry 的身材真棒。我当时健身想法很简单，实话说，我就是为了吸引了异性，练着练着吸引了同性。真的，男人动不动就会摸我，先摸我胳膊，然后慢慢就摸到我胸，问都不问，从来不觉得需要问，我都没有机会说 no means no。其实我就想说，就是如果你要是爱美，那你自己去锻炼，控制自己手，别随便摸别人。还是我老家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，就是美好的东西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。谢谢大家，我讲这，谢谢。掌声再次送给 Harry。下一位选手，闪亮新人，而且这一位新人身上带有的标签，这真的是速度与激情。掌声欢迎秋月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我是秋月啊，我是秋月，我来自东北，对，我是一名滑雪教练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我来到这儿的原因，其实主要就是因为我家那边雪化了。都说这个工作挺酷的，我干上才知道是挺酷的，一年能休上3个季度。真的不光休的时间长，还特别的危险。我们去年有个滑雪教练就滑成脑震荡。滑雪教练经过1年多的休养，
然后我见到他问他，我说你当时咋滑的？他说我到现在没想起来呢。特别危险，特别危险啊！我建议大家就是第一次滑雪一定要找个教练。其实我第一次滑雪是被一个朋友带上去的，带上高级道。当时他说带我速成，我一上去一看，可不速成吗？跟自杀没有什么区别。我今天就一步登天了。但你知道，如果你是作为初学者上高级道，你千万不要乱动呢，你知道吗？我提醒大家不要乱动。我第一次我害怕，我就边动边想我要回家了。当时我板子接收到的信号是我要出发了，一路冲下去50-60米，没有1米是我自愿的。这人不知道怎么停下了，我手里只有2个雪杖，我就在身后拼命的扎，拼命的扎，越扎越快。会滑的都没追上我。我不知道怎么办，我想我怎么停下来，我怎么撞人吧。撞人能让我停下来，但前面不是小孩就是女孩子啊，以我身高体重撞他们就还是不行。但是我又没有能力绕过他们，精准的击中一个男孩子，我有谁就得撞谁。我前面就一个小朋友啊，我奔着他就去了。到跟前给他抱起来了，更快了。这人当时就会丧失什么理智啊、道德，顺手给撇了。孩子高兴坏了，再来。真的，朋友们，如果你们是第一次滑双板，你会跟我面临一样情况，就是你的2条腿啊会越滑越宽。越滑越宽，就你们有没有体会过那种大腿内收肌群完全没有力量的感觉？滑出去收不回来了，再滑就劈叉了。我都很难想象到时候救援队怎么来救我。担架往地下一放，看看我，这横竖放不下呀，这人。但是真的高级道还是让我想简单了，我以为倒下就结束了，没有啊，高级道只是让我换了另一种方式在滑行。都在滚的过程当中，我突然发现头贴地能够减点速，结果我一路头沙点地下去了，下去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我朋友说走啊，去趟卫生间，我说没有了，用不着了。但是我庆幸自己有个头盔，头盔是很保命的东西，朋友们，非常保命，一定要记着戴头盔。但是我管朋友借的，他特别喜欢那个头盔的牌子，结果我一路头沙点地把 logo 磨没了。还他的时候他特别生气，头盔圆的 logo 这么大，你就不能换个方向磨吗？我说有那控制力，我不是站起来了吗？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叫我雪场第一女魔头。挺危险，真的。其实滑雪在2013年就被国家列为高危的体育项目了。在2024年的时候，我们雪场突然出了一条政策，这政策是这样说：他说65周岁以上的老人滑雪免费。当时发到群里，我就在想，太着急了。你能明白养老压力确实太大了。但你不能因为解决不了这个问题，你就直接消灭问题。是吧？免费不要钱，乍一听是个好事儿，你总感觉他要点什么别的东西。我不知道哪个老人会去，我问过我姥姥，我给我姥打电话，我说我们这有个福利，我姥说发鸡蛋吗？我说不是65周岁以上的老人滑雪免费了，我说姥你怎么看？我姥说让你姥爷去吧。真的不太知道哪种老人会去，我想也只有那种就是你至少身体强健点儿
哎，你在公园里能够看到那种能够把头挂在单杠上。我觉得他们应该能够去啊。还有那种就是偷偷给自己的老伴儿报上名了。一早上，老太太会用一声从未有过的温柔唤醒自己的老头儿。大郎啊，大郎啊，起来滑雪去了。我本身到了65周岁，我是绝对不会去的。我是不可能在那个年龄能把防滑鞋穿上了。我突然脱了整双雪鞋，真的拐杖都拄上了，我不要了，整双雪杖。雪杖那玩意儿干啥？我太清楚了，越点越快。我拿着雪杖给自己雪杖了。就是老人最怕什么？老人在冬天其实特别怕冷，还怕滑，还怕摔。一个雪场全给占全了。但是这个政策可能就是在提醒大家啊，就是你要喜欢一件事情，什么时候去学都不晚，是吧？但是65岁学滑雪真的不晚吗？哎，如果真的去了，你仔细想想，好像还有点早了。我本身是个滑雪教练，我是绝对不会教65周岁以上老人滑雪的，因为我根本受不了。我这人有个毛病，我受不了我的学员呢，一天比一天见少。昨天教5个，今天剩2了，挣点钱不够随礼的呢。讲到这儿，谢谢大家，我是秋月，谢谢大家。秋月的投票倒计时开始。再次感谢秋月。秋月说脱口秀有多久？也差不多3年啊，2年半左右时间。夏天会讲脱口秀，冬天那1个季度去滑雪。哦，攒一冬天段子，哇，就是夏天讲。对对对。我觉得他以这个段作为开场特别好，因为你第一次露面，必须要人知道你是谁。让别人知道你是谁的方法，就是告诉你我的性格是怎样，我所谓在舞台上的人设是怎样的，我来自什么地方，我的特色是什么。刚才全部都做到了。还有他的表达，我觉得非常好的缝在其中。好的，谢谢。他所有精彩的部分其实是从那个提到65岁那个开始的，然后还有很多这个行业的选手特别擅长找到一个切入点以后，在这个上不断的叠加5分、6分、7分，一直翻上去。所以我会感觉有点惋惜，先强调你是滑雪教练这个身份，然后就讲65岁那个事，然后比现在的这个作品。在这个话题上再叠2到3分，我觉得是个完美的作品。确实是，对于我来说，滑雪是有门槛的，因为我可能就滑过1次，也就是最后1次了。对，就基本告别了，而且我根本没有上过那个高级道。我就是在一个平地有一点点坡度的时候，我前面如果有很多人的话，我会很恐慌，我会很紧张，然后我会让别人。我会大喊，我在那大喊，我是绿川，玉米们，我来了！再次感谢秋月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来，我们请 Harry 回到台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2位的得票情况。秋月242票 ，Harry 125票，恭喜秋月晋级区。Harry 要在待定区